青阳长老说你苦闷的时候就会来这里，今天你一定也会很难过吧？您在我心中如同这牌位一样，缺失了一角。我好想知道怎么补上。也许您真正的好朋友玄晓，他可以告诉我真相。天河。我是。无论此事真假，我都不会恨你。好，那缺的这一角，我们一起用真相补上。妖乱之后，玄真门下仅存2名弟子，虚照为剑宗宗主，虚良为气宗宗主。虚照，虚良。我要看《琼华通鉴》第24代史卷396。玄烨师姐，此书已经有人借阅。玄烨师姐，你也要看这本书啊？你先看吧。你先看。我只是好奇，你为何对这卷396如此感兴趣？我只是觉得，只有真正了解过去，才知道如何面对现在。师姐，你为何也要看这本史册？人们翻读过去的事，无非是为了寻找自己罢了。难道师姐也有难以解开的心结？答案也在这本书上吗？既然你能感知他人心绪，我也不相瞒。我出生时，母亲便死于这场恶战。我想在这书中的只言片语中，寻找母亲的信息。其实，我也是在这书中寻找身世。虽然我的养父母对我万般疼爱，但始终难解对于亲生父母的追寻。只知道他们也是在琼华，也只能在这书中寻找只言片语。原来，你我的身世和心境竟如此相似。可我不恨天河，仇恨到最后伤害的是自己，也相信逝去的亲人不希望生者活在仇恨中。梦里，如果可以，还是远离纷扰吧。师姐，我能理解你的心情。我们第一次见的时候，
我就感受到了师姐心地善良。可19年前那场大战，并非史册记载那么简单。我们一定要查清楚，才知道如何面对。如果依旧追查无果，我便和天河一起离开。离开？对，只有离开了，就不会因为仇恨伤及他，伤及更多人。梦里，你比我良善。哎呀，子英师弟，你身上有伤，怎么还在这站着呀？快请坐。子英有一事相告，说完便走。何事啊？我已查到，是你弃宗门下弟子，带头砸了云天清牌位，而背后鼓动者也是你弃宗之人。哎，我适才还在训诫门下弟子，切不可参与此事。子英师弟，可曾有向掌门汇报？尚未。如果此事确是我弃宗门下弟子所为，请给我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，我一定会严加看管门下弟子，绝不让云天河出半点差池。爹，哎，叶儿啊，还不快给你子英师叔见礼？爹，我回来是因为淮西说您头风发作。既然师叔在，叶儿先回避。不必了，该说的话我已说完，希望虚良宗主好自为之。告辞。哎，爹，您的头风发作，是不是他难为于您？是子英已查明，我弃宗门下弟子挑唆众人砸了云天清的牌位。叶儿，你切不可参与其中，引火上身啊！难道就这么轻易放过云天河？那云天清杀了你生父玄真，杀了你娘，我怎能释怀？可我又能怎么办呢？这个云天河，我一想到他我就……林莎，来，你坐。你怎么了？我突然感觉有一阵彻骨寒气。林莎，你是不是体寒症又犯了？我给你输灵力。等等，好像又消失了。梦离，你先去查你爹娘的事情，我也有我自己的事情要去做啊！哎，你去哪儿啊？我并未召唤，你怎敢擅自来此？主人，属下教你。你是在担心我？真的没想到，这天下唯一关心我的人，竟然是你。主人，属下……我已知你有此心，但就算是成名一搏，我也绝不会放弃修炼此剑。主人，属下
想就给弹药。你说什么？你来找我，就是为了给那个韩灵莎索要丹药？朋友，不欺骗就。你和荀骁一样，我付出再多都抵不过别人。你可知道，我为了你能破冰，为了能和你在一起，我连命都可以不要。若是没有我，背负骂名的就是你，是你，荀骁。可你们却背叛我，为何？为何我的苦心却得不到你们一丝的顾念？弹药房的守卫2个是神交界之手，有4个人交界，这说明存放弹药的内间还有守卫。再过1个时辰交接，应该就是最好的时机。有人盗取弹药，盗贼应该就在附近，快！是。不是吧？我还没下手呢，就有人偷弹药。顾主，玄霄才是我爹娘最好的朋友，那找到他，岂不是什么都知道了？你是谁？顾主，该不会你的主人不给你弹药，你就去弹药房偷弹药了吧？我害怕你着急。哎呀，你有难处可以告诉我，我可以等的。你不能冒这个险。弹药多，拿走。不是，我想打击你啊，这些都是普通的过灵丹，没有我要找到弹药的。你吃，身体好，弹药
我再找。哎，你可不能去了，你主人要是为难你怎么办？你不会是受伤了吧？啊，你得先吃一颗，你吃我再放血，快，吃掉它。我还第一次看你笑呢。谢谢。朋友之间不说谢的。哎，那个，你知不知道琼华有个叫玄霄的？他入魔。你认识他？哎，那他在哪儿啊？玄霄要是入魔了怎么办？我得赶紧告诉天河。怎么回事？哪里跑，师弟！天睡了。什么情况啊？你怎么来了？那是刚才有刺客行凶，奔着天河来的。此人剑法在我之上，招数很辣，一看就是奔着夺命而来。你受伤了？没事，皮肉伤。我去给你拿药。那你这个，这么看来，更要离开琼华了。咱们明天就走行吗？不能走，我要是走了，那不就显得怕他们了？那我怕。你怕？反正，我就是不想让你跟梦离再查下去了。而且，我来就是想告诉你，那个师妹，我觉得你还是回去吧，一会儿让别的师兄弟看见了不太好。丽莎，你先回去休息，没事的，咱们明天再说。环仙师兄，你照顾好天河啊。天河，你可有看清行刺者的面容细节？虽然昨夜那个人蒙着面，但是他的一招一式我都记在脑子里。我敢肯定，这个人就在琼华。哈，一招一式都记在心里呀！哎呀，我真是没想到，这个琼华有这么阴险卑鄙的小人啊！啊！天河师弟，昨夜你遇刺，可有受伤？天河没事，只是些皮外伤。那就好。多谢玄野师姐关心。天河，紫英师叔，昨夜我未能及时赶到，是因为我在处理丹药房失窃事件。云天河遇刺一事，我也禀告掌门，接下来会彻查每一个弟子，凡有嫌疑者，都严惩不贷。如此说来，我们这些平日里与云天河不睦的，岂不都成了嫌疑者？爹，您怎么来了？我听说了昨晚闹事的事，赶紧过来看看天河，受伤了，伤得怎么样？回头我命怀叔给你送药。宗主不用担心，我没事。哦，哎呀，前日闹事，七宗弟子就有参与，我是心怀愧疚，恐再生事端，所以特命怀叔每日查看。怀叔，勘察的怎么样了？禀师傅，弟子经查，昨夜七宗弟子无一擅自离开。哦，爹。哎，叶儿啊，还不快给你紫英师叔见礼？那玄烨呢？他昨夜在哪？玄烨每日除了修炼之外，就是跟我在一起。我头风发作的厉害，他一直在旁守候。那此事，宗主就无需费心了。好，紫英心中自有定夺。啊。爹，我先扶您回去。师兄，我爹也有头风病，所以我略知治疗头风的方法。真的？那太好了。师父最近头风确实发作的比较厉害，但我需要知道虚良宗主头风的原因，才能对症医治。哦，师父在妖乱之后，
曾任职记注，那时候手中之笔需要公正，不可善美，也不能善恶。文书山海，这时间看久了，头风也就形成了。原来编纂史册如此耗神。子英，你刚受过冰火鞭刑，应静心养伤。找我何事？弟子有一事斗胆求问。敢问长老，昨夜的刺客是否与您有关？笑话！我身为琼华长老，怎会干这种夜行苟且之事？更何况，我从未想过要杀云天河。弟子出言唐突，冒犯长老，还请见谅。你若真知冒犯，还认我这个长老，又怎会屡次袒护云天河他们？你可知道这神剑的由来？本门铸剑秘术，要铸神剑，需取得东海海底的轮钵净石、天山冰池下的寒落玉魄，再辅以西北大荒中的上古云灵木，柔和炼化，神剑乃成。望舒和西河两把神剑，始于道印，成于宗炼，穷尽了3代人力物力。建成之后还需认主，认主便会爆发出强大的威力。19年前，正是因为双剑合璧，才导致了大战的爆发。现如今，望舒归山，而宿主又是这叛徒之子，我宁可让望舒成为没有宿主的废剑，也绝对不允许大战再次上演。可云天河他是无辜的。你抬头看看，这1000人种里有多少是死于那场大战的同门前辈？你再看看云天清的贵相，他永远都是琼华的罪人。而现如今，你却收了他的儿子为徒，你这是置琼华、置人伦天道于不顾，与恶为伍。子婴正是遵循天道，既然天选云天河为望舒宿主，那他理当成为琼华的弟子。而且他为人单纯赤诚，如果我们再将旧日仇恨强加于他，那无异于也将他变为满怀仇恨之人。那这又是做善，还是作恶？子婴也是遵循长老训诫，遵天道，而不灭人欲。那你可想好了？你是素瑶未来主义的掌门人选，如此下去，你会因为他被人非议指摘，会毁了你的前途的。子婴深知掌门器重，更知长老威望。长老虽不知深，但琼华之内却有很多甘愿俯首长老之人。你是何意？子婴自幼便得您和青阳长老的亲传庇佑。为了避免掌门和其他人怀疑云天河遇刺之事会与你有关，子婴已向掌门禀明，崇光长老定会助子婴护佑云天河周全。你好，我可以答应你，但你也要答应我，绝对不可以教云天河任何琼华的御气之法。可云天河却是可造之材。19年轮回大战将至，难道你要给琼华培养一个祸患吗？好，我答应你。梦里，你这几日在云金阁有没有找到关于玄霄的线索？书上都没有提到玄霄，但我查到玄阵和云舒
同拜在太清真人门下，玄真是长徒，有2个弟子，虚照、虚良。虚良宗主就是记载这段史事之人。你是在怀疑虚良他的记载有偏颇？怀硕师兄说，虚良宗主的头风就是在记载史事时换下的。我想，我可以替他治一治。那他要是心怀鬼胎，你去了就危险了。我必须探个虚实，毕竟这是唯一的线索。青阳长老说，这玄霄是我爹娘最好的朋友，不可能就这么人间蒸发了吧？他才不是人间蒸发呢，他是入魔了。入魔？本来左一我就想告诉你的，我的雇主跟我说，玄霄入魔不可提，所以说咱们还是别找这个什么玄霄了。他要真入魔成了妖怪怎么办？不对，他既然说入魔不可提，那反而这玄霄还真有可能就在君华。天河，那个，你娘的早玉太亮了。我长这么大，从来没有见它亮过。我的帝女翡翠在波仙阵的时候，受到了某种感召也会亮。难道你这个也是一样的吗？可是除了天河他娘，谁还会感召他？素玉，我终于感知到你的遭遇了。天河，若我们猜测是真的，你的早玉已经苏醒了，它还会再显灵力的。嗯。看来我娘，她不想我离开这儿。哎，师姐来了。师姐，师妹，可是在等我？师姐是不是要去见虚良宗主？师姐，我看你今日心情不好，是否在为了虚良宗主的头风而担忧？梦离他爹也有头风的，所以治疗头风他最有一手了。你当真能治好我爹？师姐，这是我家乡寿阳女罗岩特有的离香草，我已经替你研磨好了，只需要泡水饮用就可以暂时缓解头风。你带给宗主吧。可是今日我有要事，不去见我爹。如果师姐放心，我可以给虚良宗主治疗，就当做是替天河感谢宗主的保护之恩。那就有劳梦离师妹独自前往吧。好。娘，您什么时候可以再指引一下孩儿呀？若想见玄霄，后山千人宠。玄霄，当真是我的叶儿让你来的？说起来啊，我这头风这世上只有叶儿的娘能为我医治，可惜她已先我而去了。我出生时，母亲便死于这场恶战。我想在这书中的只言片语中寻找母亲的信息。宗主，师姐对天河有所怨恨，是否因为师姐的娘亲也死于19年前那场大战？叶儿也是跟其他弟子一样，读了史册以后的反应。那史册记载会不会有误啊？史册是我亲笔记录，怎会有误？
师傅在妖乱之后，曾任职寄住，文书山海。这时间看久了，头风也就形成了。怀硕师兄说，您的头风是寄住劳累所患，可是当时师姐的娘亲早已故去，何来她为您治疗一说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弟子只是心中有疑惑，史书上并没有清晰记载，杀害静慈之人究竟是谁？掳走女婴写的也只是孽徒，未点明是云天青，可琼华上下都认为是云天青所为。宗主，您可知此事来龙去脉？放肆！我不管你知道了些什么，马上离开这里。宗主，照此推理，云天青当年抱走女婴，并不是为了要杀她，而是要救她，对吧？既然如此，你为什么要在史册上记载他掳走女婴？住口！再不离开，我对你不客气了。您身为祭柱，曾向玄天神女起誓，无私无亲，不偏不倚，你却罔顾事实，这就是你头风根源所在。你既然要杀我，就说明我说对了。你为何要篡改史册？事实到底是什么？宗主。这千人中也太奇怪了，要么是无字的碑，要么就是无头的石像。谁？玄霄吗？又是你这个黑衣人！你为何要骗我来这儿？这是你以死谢罪之地。若你肯跪在这千人冢前，替云天青向19年前惨死的弟子赔罪，或许我会考虑让你死得痛快些。如果他们真的是我爹害死的，我可以跪，可以死，但不是现在。我还要查清楚真相。看见这些被云天青残害致死的同胞吗？你该替你爹云天青被碎尸万段。血液事件。血液事件，原来是你想要杀，可是你是我来到琼华之后第一个帮我、第一个对我好的人。帮你，我是怕你吃不了苦，偷偷跑下山去。要想杀你，当然得先把你留住。我每日都在想，如何手刃云天青。可惜他死了，你就该替你爹偿命。血液事件，你再给我点时间，我一定会查清楚真相，给所有人一个交代。我今天就没想让你活着。云天和你看清楚，你眼前这尊无头石像，他就是你爹云天青。
咋样？咋老了？没与爹一同碎尸于此。我要砸，我也要光明正大的砸。总有一天，我会让琼花的所有人都知道我爹他是叛乱之徒。我要让我爹的牌位光明正大的立在千人中。你等不到今天，受死吧！不再交织的心，不再有你晕眩，或许是彼此的默契。不敢看你眼睛，映照蜷缩的心，如今满是疮痍。我憧憬每次能与你能够彼此相偎相依，微风轻拂过发梢，把我困在了你的世界里。我梳理着万千思绪，不让自己在你的世界陷入谷底。可回忆放不过自己，还要如影随形。每当我闭上眼睛，每个画面都是你，重复着你的指令，慢慢靠近，重新把我抱紧，眼泪顷刻决定。我不敢睁开眼睛，我不敢透进一丝光明，我只想这样沉溺，自己骗自己，哪怕是一场梦而已。只要我闭上眼睛，闪过的全都是你，过往的情节一幕一幕重映，重新把我抱紧，眼泪顷刻决定。不要睁开眼睛，不要谁破灭这梦境，这是我唯一的途径，在这个世界里。